宋家通敌叛国，其女眷重达50大板后流放蛮荒。我堂堂的医学博士，却穿进古装剧里，一来就要被抄家流放。原主的堂姐诬陷父亲谋反，结果却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可恶！明明只想让宋之夏被抄家，我才去做的假证，却因为是亲戚，却被连坐流放。蛮荒到了。来都来了，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你们挑个伤兵，跟着他回家，要不然只能留在这儿做杂役。做杂役的女人一般都活不过3个月。这是凌月。到了后期，他可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啊！都是些伤兵，看着怪恶心的。我要嫁，也得嫁一个军官。军爷，我本来是高门大户的小姐，没想到受家里牵连，来了这儿。把京城的大小姐带回家伺候我，说出去多有面儿。我嫁的可是百户，就算你宋之夏以前过得比我富贵，现在来了蛮荒，没了那些高门第户的血脉规矩，你什么也不是。跟着凌月，就有机会给宋家翻案了。我颓废了，这些女囚就算选了我，也只是跟着我一起被饿死。磨蹭什么？不选就去杂役房。我选这个，就只剩缺胳膊断腿的了，我看你怎么选。哟，凌月，以前多威风啊，现在怎么跟条死狗一样趴着？我受伤了，但收拾你绰绰有余。我美人在怀，你呢，就是个没人要的废物。我选他。你瞎呀！妹妹，对着这张脸，你下得了嘴？我颓废了，家里人也生着病，你还是选别人吧。我会医术，我能治好你。老凌，人家姑娘说能治你，快从了吧！这么好的娘子，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她不愿意，你换一个，不换去杂役房。我愿意。怎么向我求婚，他答应了？这不是林家那小子吗？伤成这样，还能娶着媳妇儿？唉，他家老娘和弟妹都病得重，那屋里头咳嗽声就没断过。这姑娘长得白嫩，别是京城来的大小姐哦。虽然简陋，但收拾得干净。这家的主人是个勤快的。你是？娘，我刚娶的。家里本来就揭不开锅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，这姑娘手指纤细，怕是不会干活。唉，你进来吧，难得有人不嫌弃她。这是我弟弟妹妹，已经病了半个月了，家里也请不起大夫。听着咳嗽声，不是疟疾。疟疾？在古代，疟疾是没有办法治的。
我有办法。弟弟妹妹喝了这碗药，病就能好了。就只是几片野草熬出来的，喝了真能好？你没事吧？只是在搅药时用了些力，这具身子就快撑不住了。没事。嫂子，你醒啦！我是凌月的妹妹凌宁。我是家里的老二，叫凌霄。本来是给你们治病的，现在我反倒成了病人，需要人照顾。你治好了我2个孩子，是我们该谢你，真是神了。那药喝下去，俩孩子一发汗就好了。这是凌月出生时嘴里就含着的。该有的礼数不能少，这戒指是我们家的聘礼。嫂子，你怎么对着空气发呆呀？戒指里的东西只有我能看见。中此毒者脸上生疤，双腿俱废。你脸上的疤是因为中毒？前些年潜入敌营，被人出卖后，就被下了尸骨散。我能用银针先帮你把疤去掉，你信我吗？信。为何？娘子的话，信就是了。太好了，大哥以前脸好的时候，那可是10里8乡最俊的。我也想看看你本来的样子。给他治脸的办法是有，但银针去哪里找？太好了，手术刀、缝合线、现代实验室里的工具，这戒指里都有。现在急需的银针也有了。这套针法剧痛无比，他竟一声不言。好了，再过2个时辰，你脸上的疤就能退尽。我长得是不是不好看？怎么会？你这张脸比京城里的王爷还好看。你不嫌弃就行。这是我跟你爹第一次见面时穿的衣裳，你们换上吧。大嫂，你身上那件都磨破好几处了，快换上。这下2个人都有人样了。大哥大嫂站一块儿，好有夫妻相。要是大哥能站起来，那就更般配了。二哥，你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我出去挑水。脸上的毒已经清了，但你的腿还需要另想办法。需用骨碎草熬成药浴，再配合银针医治，方可痊愈。看来得上山采药了。嫂子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山上挖些草药，给大家调理身子。你找不到路，我跟着你去。注意安全，别往悬崖边上走。嫂子，你认识这个？认识，能治风寒。只写的身上有伤口，敷上就好得快。
村里人不认识这些，没人挖，倒让咱们收获满满的。可给凌月治腿的那味药，怎么也找不到。嫂子，你去哪儿？等等我！这戒指还能指引我找草药。可它长在那个地方，要怎么摘？嫂子，前面是悬崖，太危险了。骨碎草就在下面，有了它，凌月的腿就能好。可要是你出了事，大哥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你在这儿看好藤蔓，我去就回。哦，嫂子，你千万小心！根扎得太深了，要是有把趁手的剪子就好了。来得真及时。拿到了。嫂子，嫂子，你抓紧了！幸好我这副身子瘦，不然你这小丫头可拉不动我。太阳都快落山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好。家里米缸都见底了，要是能挖点野菜回去就更好了。唉，等一下。嫂子，这草有一股鱼腥味，不能吃吧？这是折耳根，在现代可是道名菜，还能入药。这东西能吃，只是你们这儿还没人发现罢了。哇，这田埂上到处都是，挖回去能管好几天的饱饭了。篓子全装草药了，折耳根没处放。嫂子，你看，我刚用芭蕉叶编的。幸好嫂子知道这些能吃能入药，我们才能收获这么多。有我在，这座山里的每一株草都能发挥用处。哟，凌家丫头病好了，都能上山挖野菜了。这不就是路边长的野草吗？怎么有股怪味？我嫂子说的，这些都能吃，还能入药呢。你这嫂子是京城来的吧？京城认得的草不一定咱们这儿也能吃啊。凌家媳妇儿，好心是好心，但这东西还是别乱吃了。婶子们说的有道理，我先回家试试，能吃再告诉大伙儿。婶子们忙，我们先回了。真能吃。我信嫂子，这一定能吃。傻丫头，但被一个人毫无保留的相信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可算回来了，山上没遇见什么危险吧？娘，我们挖了好多宝贝。这是骨碎草，不是长在悬崖边上的吗？你们去悬崖边了！你们要是掉下悬崖，我还活不活了？嫂子是为了给大哥治腿才冒险下去的。玲玲手上有勒痕，刚好用今天采的草药敷一敷。
这药给凌月熬了喝，再配上我的银针，她很快就能站起来。我去给凌月熬药。我来烧火。这样的好姑娘嫁进来，是我们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药熬好了，凌月呢？给你的。大哥亲手做的，熬了好几夜呢。好漂亮啊！就算是吃得饱饭的人家，也未必对媳妇这般上心。喜欢吗？喜欢，比我从前见过的梳妆台都要精致。这药味好冲啊！先把药喝了，等会儿施完针，你的腿就能站起来。我都躲这么远了，还能闻到苦味儿。他熬的药一点也不苦。这套针法比寻常针灸复杂数倍，稍有不慎便会功亏一篑。好了，你试试看能不能站起来。好。阿月真的站起来了，大哥真的站起来了，大哥真的站起来了。我可以的。慢点，大哥，我能走了。老大的腿好了，家里就多一份劳动力，日子也会好过不少。再过几日，我就能走稳了，到时候就能回军营正军饷。勉强能站，这几天走路还打晃，得做根拐杖才行。嫂子，你在做什么？给你大哥做根拐杖。嫂子太厉害了，就没有你不会的东西。我去生火，我去调水。这菜没吃过，既然儿媳妇说能吃，那就能吃。嫂子还说那一杯头的草药我们用不到，能拿到镇上去卖钱。行，以后家里的事儿都听你大嫂的。在现代的时候，我是个孤儿，逢年过节都是一个。拥有这样团结友爱的一家人，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今天终于能吃顿饱饭了。这个真难吃。你嫂子和妹妹上山挖的，别糟蹋他们的心意。大哥这眼神好吓人，不能浪费粮食。我吃。折耳根你们头一回吃，是吃不惯的。嫂子说这东西能调理身子，常吃对身体好。有我在，往后不但要吃饱，还要让他们过得富贵安稳。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，该有的规矩也得有。我们打算置办一桌席面，到时候把十里八乡的亲戚都请来吃席，做个见证。娘，这太费钱了。这是阿月从前立军功得的赏钱，一直攒着没舍得花。大哥拿命拼来的军功，上面却给克扣的，就剩这么点赏识。这话别乱讲。钱不多，席面肯定是没肉了，但媒婆得请，这样你们的婚姻才算过了6礼，有了见证。林家掏空家底给我撑场面，我得让林月尽快站起来。你给我做的拐杖真结实，好用。你再出来走2天，腿就能彻底康复了。他对我这么好，可给他办的席面却那么寒酸。腿现在要是好了，我就能上山猎头野牛回来，给席面添点肉菜。小心！
眼看着就到秋收了，这野牛把我的庄稼全毁了。楚百户，你快出来帮帮大家伙，把野牛赶走吧！那野牛壮得像座山，冲过来一脚就能把人踩扁，我出去不是送死吗？楚百户是朝廷命官，保护乡亲是您的职责呀。野牛踩的是你们的地，又不踩我们家的地，凭什么让我们家管？以前你腿还好的时候，野牛下山都是你带头赶的。大家别慌，那头野牛我来替大家赶走。这野牛确实危险，但用现代的麻药配强剂量，只要射中就能快速麻痹它。你在这儿乖乖坐着，我去就回。好。戒指里有现成的麻药方子，配上路边的断肠草，剂量够了。你们当中有人会射箭吗？凌月呀，他以前可是营里数1数2的弓手，百步穿杨。当年野牛下山闹事，就是凌月一箭射穿了牛耳朵，牛才掉头跑的。原来他这么强，怪不得后面能成为开国将军。他好像很看重本事的男人，我得赶紧站起来，回营里正军功。可惜，现在腿坏了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等会儿我把牛引过来，你坐在这儿，瞄准了射。你去引牛，太危险了。只要你箭术够准，我就没事儿。你注意安全。就是现在！射得真准。这下席面上的肉菜就有了。哪来这么大的一头牛啊！你家儿媳妇吸引牛的注意，凌月射的箭，我们就是搭把手抬回来。这下席面上有硬菜了。听说你家要给儿媳妇置办席面，恭喜恭喜！到时候都来吃席。这凌月跟他新娶的媳妇儿，简直是天作之合啊！比楚墨家强多了，他家3天1小吵，5天1大吵，天天鸡飞狗跳的，气死我了！凌家不就是猎了头牛吗？生气什么？都怪楚墨，要不是他都不敢去赶牛，那头牛就是我们家的。要不是你拦着我儿不让他出去，他怎么会猎不到牛？急什么？他们家不是要办酒席吗？到时候我们去随个礼，照样能吃到牛肉。我不管，宋之夏是我堂妹，她进门都有席面，那我也得有。宋之秋，你疯了吧？我们家哪来的钱办酒席？凌月就是个瘸子小兵，他们家都有钱办席，楚墨好歹是百户，怎么就不能办了？不关咱家的事儿，守好自己那1亩3分地就行。大哥，王千户听说了你射了只野牛，叫你明天去营里，想瞧瞧你的本事。剧情里，凌月第一次升官当百户，就是王千户提携的。你一路扶着我，手都酸了，我能自己走，你歇歇。你还没好全，万一摔了一身泥，王千户怎么见你？小心！你的腿好了。凌老弟，你这腿好了。回大人，好了。你上次立了头功，我网上报了3回，上面说你腿废了，写了功也白写，全都压下来了。大人为我争取过，我都知道。是我对不住你。大人别这么说。腿好了就归队吧，你这样的高手，营里缺不得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常年头痛、口干、夜里盗汗？你怎么知道？民女略懂医术，看了7、8个军医，都说是风邪，可越治越重。大人，这是今年的热毒，军医按风邪治，治错了根。大人若信得过，民女当场给您施几针，一盏茶的功夫就能见效果。
来吧。真的不痛了，3年了，这脑袋从来没这么轻松过。拿着。大人，治病是分内的事，这钱我不能收。你们不是要办席面吗？多点银子，把席办大些，收着吧。谢大人。你结婚的喜宴必须请我啊，要不然就太不够意思了。我和凌月在同一麾下，王千户却总是偏袒他，这次竟主动要去他的婚宴。娘，凌月办了酒席，我也要办。什么？想办也行，家里就这么点钱，只能办简单的。不行，必须比凌家大，还得把王千户请来。就是要大办，我怎么能被宋之夏比下去？王千虎特批了10日婚嫁，我来陪你买身衣裳。好。宋之夏的相公都给他买嫁衣了，我也要。这衣服真好看，但钱可能不太够。这钱是你给王千户治病赚的，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。就这件，包起来。宋之夏竟然会医术，宋家从前就偏心他，连医术都只教他不教我。要不是凌月的媳妇儿治好了王千户，王千户怎么会赏识他？老板，这店里最好的衣裳都卖了，我买什么？这位夫人，您看看这件，也是好料子，时兴的款式。料子不如他身上那件好，不买了。你不买了？那太好了，那我们走吧，正好省点钱。老板，来2斤艾草，1斤当归，半斤黄芪，再要些玉木草，治寒症的。姑娘懂行啊，这方子配的讲究。给家里长辈治咳疾的，还有妹妹身子虚，调理调理，再给我称点补气的。你在营里操练，得补补力气。买完这些，剩下的钱不够坐车回去了。哟，宋大小姐还是跟从前一样，花起钱来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花的是自己的钱，你没资格在这里说3道4。你别说他，咱们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要是不买那些鸡鸭鱼肉，就只给我买件嫁衣，钱怎么会用光？不是你说席面要像样吗？买肉还买错了。最后一趟了，还走不走了？你身上有钱吗？我哪有钱？钱不都在你那儿？只够1个人的。楚墨，你让我一个人走回去？又不远，你走快点，天黑前能到。没事，我嫁的至少是百户，宋之夏嫁的是个瘸子小兵，再怎么样我也比他强。我把钱都花完了，没钱给我们赶车了。没事，我背你回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上来。宋之夏也没钱坐车了，现在肯定还在后面走着呢。她嫁的那个瘸子小兵腿才好几天，总不能背他吧？堂姐，我先回去喽。凭什么？哇，买了这么多！都是知夏给王千户治病症的钱，给家里人买的。你媳妇儿挣点钱不容易，你怎么好意思全花光了？娘，是我要买的，凌月没拦住。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你赶紧去歇着，这里用不着你操心。明天楚家也办席，怕是要跟咱们比。怕什么？家里有头牛呢，肉管够。哥，轿子我也雇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到村口。我托王千虎的关系，
拿到知夏爹的同意婚书了。我今天去镇上请了媒婆，再加上这封信，你们的婚事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谁来了都挑不出毛病。明天家里得多热闹啊！大半夜才回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出去跟人跑了呢。明天就办席了，桌椅板凳呢？你们什么都不准备啊？别吵了，明早准备也来得及。我不气，以楚墨百户的面子，楚家明天的宾客一定比林家多。开席！好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也有家人了。哟，林家这办喜事儿，又请媒婆又抬轿子的，10几年都没见过这么热闹的了。新娘子到了。跟我来。我们请了媒婆，过全6礼，她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了。这林家的牛肉也太香了。楚家的席面就2、3桌，凳子都没摆齐呢。这2家办席，该去哪家呀？走走走，去林家。凭什么？他结婚什么都有，而我……这隔壁林家的喜事办得真好，好想过去看看。哎，我们只是楚家的亲戚，跟林家又没关系。哼，你好歹是百户，你的上官千户长总得来吧？不知道。楚墨好歹是百户，王千户一定会来我家的。王千户也来参加婚宴了。凌月，你家喜酒，我来讨一杯喝。凌月，你小子娶了个宝啊！大人过奖了。我这头疼军医都治不好，弟妹几针下去，当场就松坏了。王千户夸他又怎么样？他爹还在流放路上。一个罪臣之女，没经过爹娘准许就嫁人，说出去就是私奔，跟小妾有什么差别？你去哪儿？林家的席面，我去坐坐。她不是楚家今天的新娘子吗？怎么跑到这边来了？嘘，别管她。我是宋之夏的堂姐，怎么就不能来喝杯喜酒？你就是宋家的另一个女儿。大人明鉴，我堂妹的亲爹还在世，没得到他老人家点头，这婚事就不算数。谁说他没有点头的？什么？大人，这是我托您的关系从岳父手上拿到的同意婚书。宋家之女宋之夏与凌月结为夫妻，父母允准，婚约成立，明媒正娶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3样齐全，还有什么疑问？宋父对原主是真心疼爱的，我也一定要想办法为他翻案。楚家嫂子，你家今天不是也在办席吗？怎么来搅我大哥大嫂的婚宴？楚家那算什么成亲？不就是领了个女人回家过日子吗？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，还敢跑来说别人家不正规。大喜的日子，大家别愣着，喝酒喝酒。宋之夏，既然你让我不好过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你真好看。他做了什么？凌月，今儿你要是不陪我们喝酒，说不过去啊！去吧。
果然，这是喝酒中毒了！成了，这毒终于发作了。宋之夏，你家酒里到底放了什么？你这是要谋害朝廷命官！话不能乱说。琳琳，快去请大夫。怎么回事？王大人怎么了？王千户呼吸均匀，面色虽白，却无青紫，没什么事。王千户是不是喝了林家的酒，快不行了？这症状嘛，确实是喝酒所致。王大人到底怎么了？王大人就是喝醉了，一会儿就醒了。不可能，他明明是中了毒！这位娘子，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？王大人的脉象平稳，分明就是醉酒。是你做的手脚。堂姐这么紧张王大人中毒的事，是因为这个吗？这坛酒怎么在他手上？方才我去敬酒的时候，顺手把这坛酒换下来了。不如你告诉大家，你怎么知道这坛酒里会有毒？吵什么呢？本官不过多喝了2杯。吓死我了！原来是喝醉了。既然王大人醒了，那我就把话说清楚。刚好看在堂姐从放酒坛的角落出来，我就过去查看了一下。这酒味道有问题。我发现这酒被下了砒霜，就及时换了一坛干净的上去。所以你在本官的酒里下了毒？你胡说！我明明下的是巴豆，哪来的钱买砒霜？大人，他承认了，他给我们的酒里下了药。大人，她丈夫叫楚墨。哦，那不是我帐中的百户吗？他在哪儿？在隔壁家里。去，把他叫过来。大人，楚墨，你可知罪？楚墨，你娶的好媳妇儿，竟敢给本官下毒！大人饶命！这疯女人做的事儿，卑职一概不知啊！你说谁是疯女人？你若还想保住这身官皮，就把你媳妇儿看好。再有下次，本官连你一起办。走。你想死就死，为什么要拉上我？你还怪我？还不是因为娘没办好宴席，害得王千户也不来咱们家。确实怪我娘，办个宴席就给那点碎银子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林家吃酒了，人家那牛肉炖的是真香，席面也气派，比你爹当年娶我那会儿还热闹呢。你儿子娶妻，你跑去别人家吃酒，你还好意思怪我？你一个要嫁人的媳妇儿，跑去人家婚宴闹事儿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够了，都怪凌月，要不是他家把席面办得那么好，咱们家会这么鸡飞狗跳？大哥，你站了快1盏茶了，到底进不进新房啊？你是不是怕大嫂啊？去，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。大哥加油！站在门口干什么？进来啊！那个，你累不累？你站了半天，就为了问这个？今天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歇着吧。之夏，往后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会带着全家一起都过上好日子。你听听，楚家从夜里闹到凌晨还没消停呢。你再看看凌家，安安静静的小两口多好。都是娶媳妇儿，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一个鸡飞狗跳，一个和和美美。凌家那媳妇儿是真不错，又会看病又会持家。楚家那个嘛，军营急令，
楚墨和凌月明日一早即刻归营。新婚刚过，他就要回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守好这个家。娘子，我去军营了。你把这些带到路上吃。知下。到了营里，万事小心，别逞强。楚墨，你要是挣不回军功，就别想回来了。泼妇！去个军营都唧唧歪歪，你娘子好就了不起啊！我走了。等你回来。等我立了灵功，就有机会给岳父翻案了。到时候我风风光光的接你回京城。这是昨天乡亲们随的礼金，你收着。往后家里的事你来管。娘，这钱您收着。大嫂，娘说了，以后让你管家。有了这笔钱，可以在镇上盘一间小铺子，开个医馆了。到时候就能带全家过上好日子。这间铺面位置好，正对着主街。店家，请问这租金怎么算？你昨天让我丢脸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王伯，他出的租金我加2倍，这铺木我要了。这位娘子，你也要租？堂姐，你拿得出这么多租金吗？反正我叫的价比你高。不好，我娘的病又发作了。这是风湿痛，今年的寒湿入骨，疼起来要人命。不疼了，真的不疼了。这位娘子，这铺面我就低价租给你了。哼！这家医馆老板的爹是个罪人，你们要是去看病，会受牵连的。你胡说，我大嫂才不是。有没有本事不看身世，看病？半天没一个病人，这医馆怕是撑不过3天。有没有好心人，救救我小孙子的命？镇上其他大夫都说治不好，我只能求到你这儿了。高烧不退，脉象虚浮，再烧下去会伤及脑子。烧退了。大夫，这点钱您一定要收下，诊金3文就够了。大嫂，咱们是做生意，不是当善人。3文也是钱，够了。宋大夫，听说您看病便宜，是真的吗？大夫，我娃咳了半个月了，您给看看。大嫂，这么多人。宋之夏，你就仗着便宜说买人心。既然断不了你的客源，我就把你的药材给断了。老板，照单子抓药，数量要足。宋大夫，这药我不能卖给您。老板，是有人不让您卖药给我吧？有人跟我们打了招呼，说您是被流放的罪犯，这谁还跟你做生意啊？是宋之秋吗？不是。看来只能上山采药了。地锦草，清热解毒的；紫花地丁，消肿暂结的。大嫂，这是不是夏枯草？我家玲玲认的草药越来越多了，跟着大嫂久了，会的也多了。这些药够用半个月了。这家医馆大夫是个黑心的，开的药害我肚子疼了一整天。宋大夫的药有问题？不会吧，我吃了他的药好多了。你胡说，我大嫂的药都是亲手配的，怎么会吃坏人？就是你家药有问题，我今天肚子疼的下不了地，不赔钱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你胡说，我大嫂的药都是亲手配的，怎么会吃坏人？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，等所有人都知道你治死了人，我看你还怎么开医馆。这位大哥，你说我的药把你吃坏了，那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看的病？我给你开了什么方子？就前2天，你开的什么方子，我哪记得住？你来我这儿看过病，却连方子都不记得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？少废话，你就是把人吃坏了还不认账。
那我来看看你到底得了什么病。这位大哥面色发黄，脉象平稳，根本没病，倒是你服了一种叫黄根草的东西，那草吃下去就会让人面色发黄，像是中毒的样子。你是自己吃的？你胡说八道！大哥来了！动我媳妇儿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方才在镇上抓了几个敌国的奸细，听见有人在这闹事，就过来看看。嫂子好！大哥这几天在军营，天天念叨嫂子，这回算是见到真人了。押去官府，好好审审，谁指使的？是楚百户家的宋夫人，她给了我银子让我来闹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拿下！凌月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我丈夫是百户。是吗？我已经生了千户，而楚墨现在只是本官麾下的兵而已。楚墨那个废物又让我被比下去了。我把他带回去，正好问问楚墨是怎么管自己妻子的。这个月的军饷你拿着。好，你在军营也照顾好自己。凌月已经生了千户，我也不能落后，这个家我也能撑起来。我家小姐生病了，便请名医都无效。听闻宋大夫妙手回春，特奉100两诊金，请宋大夫出诊。进来吧。100两诊金，大嫂这一趟怕是能赚到大哥20年的军饷。小姐，大夫说了不能挠。我实在痒得受不了了，看了那么多大夫，药吃了一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孙小姐这病是不是每到傍晚就痒得更厉害，夜里尤其难熬，几乎无法入睡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这病叫风毒疹，寻常大夫都按普通疹子治，用错了药，所以总不见好。找到方子了。这罐药膏每晚睡前涂在起疹的地方。就这么简单？你放心，3天后你就不痒了。宋大夫，在下是临县李家的管事，我家老爷听闻您治好了孙小姐的风毒疹，特命在下前来求诊。我是从府城来的，我家夫人咳了半年了，府城的大夫都看遍了也不见好，听说您这儿专治疑难杂症。今天光抓药我就抓了30多副，手都快断了。钱攒够了，数钱数傻了。娘，我们买个宅子吧。这就是咱们的新家。前院开医馆，后院住人，娘和弟妹再也不用挤在那间小屋子里了。你以后就在这儿安安心心住着，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从小到大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院子，我跑得开。娘，这间屋子冬暖夏凉，窗户朝南，阳光从早照到晚。您住这间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闷。大嫂，东厢房那间朝南，阳光最好，您住那间，你住最好的，我们才安心。对，大嫂是家里的大功臣，您不住最好的谁住？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这是我给家里请的2个丫鬟，小翠负责后院和做饭，小何跟我打理医馆。娘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，不用自己动手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还能动，还能干活，不用人伺候，那都是有钱人家的排场，咱家哪能……娘，您操劳了大半辈子，把3个孩子拉扯大，没享过一天福，往后日子好了，该享享福了。您坐着看看院子，喝喝茶，比什么都好。大嫂最好了。之夏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现在还住在那个漏雨的破屋子里。你来了之后，咱们家的日子才一天天变好的。一家人不说2家话，以后日子还长，咱们慢慢过。凌月，宅子买下来了，娘和弟妹都住上了好屋子，医馆也越开越好了。你在军营里一切都好吗？受了伤，有没有人给你上药？请问是宋大夫吗？林千户命我连夜把信送过来，说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上。是凌月的信，他写信回来了。之下见字如面。我在军营一切安好，得上官提携，我已升任副尉。前些日子立了几次小功，虽不算大，但步步稳当。岳父的案子我一直在查，隐约查到与京城一位姓赵的权贵有关。此人官居高位，不易撼动。之下，等我。
等我攒够了军功，就带你回京城翻案。宋大夫，军营里突发疫情，已经病倒了半数的兄弟，是灵月的上官王指挥使让我快马来请您的。大嫂，出什么事了？军营出了疫病，我去一趟，家里你们照看好。娘，灵月也在军营里，你小心。大嫂，一定能把大哥也带回来。宋大夫，你可算来了，军中的兄弟已经倒了快一半了。一半？症状一模一样，高热咳嗽，浑身没力气，2、3天就起不来床。这是疫病，军中一半人染病，再不控制，整个军营都会沦陷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全是病人，你知不知道这病会传染？你在这里照顾病人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我丈夫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把所有病患集中到这一片，没得病的全部撤到上风口，每日3次生石灰撒地，换下来的衣物用沸水煮过再洗，食物和水要分开送，餐具各自用各自的，再拖下去，剩下的那一半人也保不住。我去办，你自己也小心。找到治疗的办法了。金石斛，能救命的药引，但长在敌国境内的深山里。金石斛，这药能治疫病，但只长在敌国边境的峭壁上，要翻过边境线才能采到。过了国境线的范围，那边巡逻的哨兵就是隔1个时辰就换一班，来回走动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。太危险了，而且那峭壁我听说过，湿滑得很，白天爬都费劲，夜里去更是找死。我去。他是我的男人，我要相信他。我翻过那座山，敌国的地形我熟，几年前追敌的时候走过那条路，现在还记得。灵月，你当心些。等我回来。大人，前面就是敌国巡逻队的路线了，听动静像是刚换过。这大晚上的还要出来巡逻？随便走2下就行了，好早回去洗洗睡了。那边是峭壁，药长在背阴的崖缝里，应该就在前面，绕过这块石头就到了。大人，咱们好像迷路了，来时的路找不到了。那边是峭壁，绕过去就在前面不远了。令千虎，找到药引子了。林千户，您先歇歇，我去叫宋大夫。先把这个给他，快，别让他知道我回来了，他还在救人。宋大夫，林千户让送来的，山上的药。最后一批也退烧了，3天都没看见灵月了。弟妹，他采完药下山的时候就撑不住了，是士兵轮流背回来的。大人怕您分心，才叮嘱我们别把他的伤势告诉您。脉象虚浮，热毒攻心，再拖下去，这条手臂就保不住了。王指挥使，帮我准备烈酒、热水、干净的刀和布，越多越好。伤口严重感染，疫毒入体，比任何人都重，只能用现代手术的办法了。在古代没有手术条件，但银戒在手，我必须用现代清创缝合的办法，把他的命抢回来。找到了，清创缝合的古法记载，每一步都有，需要极其精细的器械和严格消毒。王指挥使，烈酒、沸水、干净的白布，越多越好。再找张高台子，搬到营帐中间，周围点满烛火，要亮。宋大夫，你这是要动刀？不是，他必死。是了，还有一线生机。都听见了，去准备，要快！
宋大夫，谁都不准进来。凌月，你信我吗？我永远相信你。封好了。烧退了。凌月，你吓死我了！好了，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放心，我答应过陪你活到老，说话算话。走开！怎么了？碰到伤口了？疼不疼？你骗我！大嫂，镇上有人染病了，大家等着你回去！救命呢！我有人守着，你先回去，救人要紧。驾！宋大夫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些人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儿早就烧得人都糊涂了。跟军营里一样的疫病，来得早，比军营里轻一些。琳琳，把我带回来的药包打开，按之前的方子先熬一锅。最后一名病人也痊愈了。宋大夫，朕大家伙为了感谢你，就给你重新做一块匾额。大人，那个就是宋之夏，他的夫婿凌月最近一直在暗中查访当年宋家的旧案。你回去盯着凌月，看他查到了哪一步。至于宋之夏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查本官的代价是什么。每个人都活着，没有一人在这次疫病中丧命。宋大夫，你救了全营兄弟的命，谢宋大夫救命之恩。我媳妇儿在这儿的威望比我还高。疫病虽然轻了，但全营上下必须彻底消杀病毒。消杀病毒？所有营帐地面撒一遍生石灰，士兵衣物全部沸水煮过再晾晒，一顶帐子都不能少。照宋大夫说的做。宋大夫真厉害，连指挥使都得听他的。幸好有他，要不然你我都没命了。我托人从京城查到的，当年诬陷岳父的是这个人赵重光。赵重光？他是吏部侍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在查他的把柄了。等攒够了证据，我们就进京。赵重光，害我宋家满门的人，我总算知道你是谁了。吏部侍郎，官居四品，他为什么要害我爹？官场上的事，有时候不是为了仇，是为了钱，为了位置，为了不让别人挡路。你爹当年在朝中挡过谁的路，他自己未必知道。你还查到了什么？赵重光私下倒卖军需物资，这事儿在边境已经传了一阵子了。我托的人顺着这条线往下摸，发现这次军营里的疫病源头查到了边境一处水源，而那处水源附近有人见过赵重光的心腹出入过。水源投毒，赵重光不只是贪腐，他在给敌军开路。这场疫病是他放的。他勾结敌营，借疫病削弱边境兵力，等军营里的人倒下了，
敌军再打过来，边境就是空的。我会继续查军需物资的去向，水源投毒的证据，他和敌营往来的书信。只要有一条证据拿到了手上，赵崇光就完了。你小心，他既然敢给军营投毒，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放心吧，我们都会活得好好的。林千户，王指挥使请您立即去主帐议事，说有紧急军情。知道了。药先喝了。王指挥使从来不这么早召人议事，肯定又出大事。敌国在边境集结了兵马，随时可能打过来。你即刻出发去边境哨所驻防。多少人跟我去？50轻骑。我知道你手还没好全，但边境那边只有你熟悉地形。什么时候出发？今日之内。凌月，你才新婚没多久，本来不该派你去。大人不用多说，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。药包，外服的内服的都在里面，解毒散多备了几包。你手没好全，别硬撑。关于岳父案子的线索全都在里头，如果我有去无回。没有如果，你给我活着回来。军中的疫病刚好，边关为什么卡在这个节骨眼上来犯？难道又有什么阴谋？大嫂，你快回去看看，镇上好多人都病了，拉肚子、呕吐。大嫂，怎么突然停下了？这是小龙虾，现代夜市上满大街都是，但这不是本地该有的物种。这是什么虫子？怎么这么多？看着就瘆人。有人故意投进水源的，为了让镇上的人全都病倒。昨天还没这么多呢，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了。村里的老人都说这是毒虫，吃了就得死人。这哪里是什么毒虫，这可是宝贝啊！大嫂，你干什么？这虫有毒。琳琳，想吃肉不？啊！宋大夫，这大虫长得这么吓人，你难道还用来做菜啊？很香的，你们也尝尝。琳琳，你尝尝。大嫂的命令，就算是死也要完成。怎么样？能吃吗？有毒没有？大嫂，这虫子太好吃了。玲玲那丫头跟她大嫂一样疯了吧？这虫子也敢往嘴里塞，看着就瘆人，哪有人吃这玩意儿的？大嫂说能吃就一定能吃。太好吃了，比肉还香。确实是香的。还真能吃，还挺香。给我留一只啊！啊，就没了。
赵崇光想放小龙虾想害人，倒成了我赚钱的好东西。娘，隔壁那间空铺面，我想盘下来。盘铺面用来做什么？开个店，专门做小龙虾。宋大夫，这就是那天水渠里捞的虫子，真能卖？能卖，而且好吃。来一份，我昨天尝了一只，馋了一宿，我要2份。别挤别挤，我先来的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小妹你洗快点，后面还有好长的队呢。我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。您的2份，趁热吃。去京城的钱赚够了，就差林月查到的线索。知夏，我拿到犯案的证据了。你回来了。拿到了，赵崇光跟狄英的书信往来，原件。进京的钱我也攒够了。刚回来就要走？娘，证据拿到了，钱也够了，再拖下去，赵崇光那边的人该察觉了。路上小心，事情办完了就回来，娘给你们做饭。这一路上，知夏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都饶不了你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。大嫂，医馆和小龙虾店你放心，我都记着呢。药方子你写给我的我都背熟了。我信你。我查赵崇光的时候，发现当年陷害岳父的事，宋远山也参与了。宋远山，宋之秋的父亲。看来这一趟进京要翻的不止赵崇光一个人的账。你听说了没？赵崇光升了，吏部侍郎变成尚书了。知道知道，朝廷刚下的旨，那位赵大人这几年真是一步登天，挡他路的一个都没好下场。我听说他升了尚书之后，把几个不顺眼的官员都调去了外地。如今朝堂上下谁敢跟他作对？这年头有靠山就是横着走，咱们做生意的少打听这些事。他升得越高，我们手里的东西就越关键，不能拖了。赵崇光勾结敌营投毒军中的事，我们手里有实证，但光是这一条，他只要咬死不认，朝中有人保他，未必搬得动。加上宋远山呢？宋远山给他提供伪证，配合陷害岳父。宋远山是他这条线上的蚂蚱，宋之秋做的那份假证，是他爹让他做的。宋之秋一直在装无辜，他从最开始就是宋远山安插在宋家的一颗棋子。他做假证偷密信，背后是整个宋远山一脉在给赵崇光当狗。宋远山和赵崇光是一条线上的，动了宋远山，赵崇光就少一条胳膊。那就一起动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别回头，右边巷口有人在看我们。太安静了，连鸟叫都没有。撤！刀上有毒。幸好戒指里的药齐全，要不然就危险了。你一夜没睡。赵崇光知道你拿到了证据，他在路上设了埋伏，所以我们更要快。他越急，说明证据越够分量。当初我被押送熊出城的时候，走的也是这道门。现在我回来了。走吧，我陪你进去。林大人，我是宋之夏，宋承远的女儿。进来再说。证明宋老弟清白的东西，当真拿到了。赵崇光勾结敌营的证据都在这里。进屋说。赵崇光勾结敌营，投毒军中，这些书信确实够分量，但这些东西都不能把他扳倒吗？赵崇是吏部尚书，他只需咬死说这些证据是伪造的，
朝中自有人替他说话。那加上宋远山的私印呢？账本里记了他跟赵崇光每一笔银钱往来，这总做不了假。宋远山去年就病库了，不过他留了一本账，藏在宋家老宅的密阁里。我知道那个密阁在哪里。那本账到手，赵崇光的底就先干净了。但宋家被抄之后，一直有人看守，你们怎么进去？我有办法。有人巡逻，走了。某年某月，依赵大人吩咐，令小女知秋入宋府，伺机取宋大人书房密信，并作伪证称宋家通敌，宋知秋做假证。是他爹让他做的，从头到尾，他都是一颗棋子。这上面记载着7个官员的名字，都是当年陷害岳父的人。明天，这些人就该进大狱了。何人击鼓？宋承远之女宋之夏为父申冤，吏部尚书赵崇光通敌叛国，陷害忠良。我有铁证，我要告御状。等着。赵崇光，臣在。通敌叛国，军营投毒，陷害宋家满门，哪一条冤枉了你？陛下，宋家本就是戴罪之身，罪臣之女状告朝中重臣，怕是被人利用也未可知。这些东西来源不明，是否伪造，尚待查验。来源不明，赵大人，这些书信是你亲笔所写，水源投毒的命令由你私印为证。你若说来源不明，那你的字迹、你的印架的吗？宋之夏，你一个被流放的罪臣之女，假借行医之名在蛮荒招摇，不过是想回京翻案罢了。我回京翻案不假，但我翻的是你赵崇光通敌叛国的案。军营里的疫病是怎么来的？边境水源里被人投了什么毒？你心知肚明。宋之夏，你口口声声说我通敌，证据呢？你手里那些东西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伪造的？宋远山的账本在你证据面前，你敢不敢当堂对视？你和他每一笔银钱往来都写在上面。宋远山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账本没死。你给宋远山的每一笔银子，他替你做的每一件缺德事，都写在上面。你要当堂对一遍吗？宋远山这个老登，死了都还要摆我一道。呼叫！你去死吧！赵大人，当殿行凶。为了护一个婆娘，你简直是疯了！赵崇光，你在朕面前行刺！你的手没事，皮外伤。勾结敌营，投毒军中，陷害忠良，当殿行刺。赵崇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革去赵崇光吏部尚书之职，交刑部大理寺御史台3死会斩，即日收押。你以为扳倒我就完了？你爹在流放路上早就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皇宫内不得擅闯。赵崇光，我爹到底在哪儿？你猜啊，反正我说他死了，你气也没用。皇宫内不许打犯人，有本事来打我啊！他动手打犯人了，你们瞎了吗？
赵大人，在下什么也没看见。我们回去找林大人，他消息灵通。查到了，宋老弟在流放途中因伤病过世，死在西南边境的驿站里。驿站的人说，他走的时候身边没人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我就在外面。爹，我替您翻案了，您在天上看见了吗？之下，之下，京城里怎么都传我死了？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爹，爹，流放路上有人追杀我，我就装死躺在路边，一路躲躲藏藏，走了大半年才到京城。就他，把你拐走的那个。爹，他叫凌月。晚辈岳父，拜见凌月。晚辈凌月，拜见岳父。哼，看着瘦了巴西的，能护得住我女儿？来，跟我比比腕力。你赢了我，这门婚事才作数。还行。光比力气不算什么，做我宋家的女婿，还得学会喝酒。兄弟，你行，我家白菜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岳父，叫什么岳父？叫大哥。大哥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岳父好像接纳我了。不行，你小子想娶我闺女，还得再过一关。我闺女从小锦衣玉食，嫁了人也不能下厨房，你得学会做饭。好，之下从小就爱吃辣，多放点。吃啊，别客气。你以前经常挨饿，胃不好不能吃辣，这些辣菜吃不了给我。没事，男人家的，连口辣都吃不了，挑食。我说宋老弟，你这也太矫情了，人家孩子第一次上门，你就拿辣椒锅招呼。我不吃了，气饱了。之下从小就爱吃槐花做的点心，猎狼山上的槐花是这一带最好的，你要是真有心，就去摘一些回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猎狼山上有野狼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猎狼山上真的有狼，他要是遇上怎么办？宋老弟啊，宋老弟，这么好一个女婿，你非折腾他干什么？不好了，林公子回来了，满身是血。我回来了，花在背兜里，没摔坏。你吓死我了，没受伤吧？没有，这狼还伤不了我。也是，打了这么多战，还没那么容易受伤。这狼扑过来的时候，我躲开了，一刀抹了脖子，就是拖回来有点累，它太重了。槐花采回来了，都好好的。岳父，槐花采回来了。看什么看？我女婿不能动着。小子，宋老弟是认可你了，这一关你过了。走，进屋换件衣裳。高兴的愣神了，赶紧进去啊！岳父，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没什么家底，家里穷，娘和弟妹都靠我一个人养，我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给之下的，但我愿意用一辈子护着他，不让任何人动他一根头发。你们在蛮荒那几个月过得很苦吧？苦，但之下从来没叫过苦。刚去的时候家里米缸见底，他带着我妹妹上山挖草药，自己采药换钱，又把水渠里的虫子做成菜，开了医馆，救了整个镇子的人。军营爆发疫病，他一个人治了上百个兄弟。行了，知道你媳妇儿能干，你们以后打算怎么过？在京城开医馆，我在军营有俸禄，够我们安家。京城药材齐全，他医术好，在这边能救更多人，而且京城离您近，他不用走太远。你俩都留在京城了，你娘怎么办？我已经书信一封送回蛮荒了，我娘愿意来京城住，
弟妹也一起接过来，到时候一家人都在一起，不会让他一个人在老家，两边老人都有人照应。来，把这杯喝了，我闺女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明明想笑，却不敢让人看见。宋姑娘，凌将军，陛下口谕，明日辰时入宫听风。宋之夏，朕听说你在蛮荒开医馆治疫病，救了一整营的将士。一个被流放的女子能做到这一步，不容易。陛下过奖，民女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该做的事，这4个字说得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凌月，臣在。你在边境查赵重光的案子，中过毒，受过伤，还让人把证据一路护送到京城，这份心朕记下了。臣只是不想让忠良含冤。你们对朕的子民做了这么多，朕不能寒了你们的心。宣吧。是。宋之夏医术济世，义中救人，协助破获赵重光通敌大案，特封3品诰命夫人，赐金册朝服。凌月护政有功，屡立战功，晋封4品将军，赐银印官服。钦此。一晃眼，就从抄家流放变成了诰命夫人。陛下，臣女有一事相请。当年做假证之人宋之秋，如今尚在蛮荒逍遥，伪造证词诬陷忠良，此罪不可不究，请陛下下旨，将其押解进京，依律论处。着刑部即日下文，将宋之秋押解进京，依律处置。是。谢陛下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竟敢私闯楚百户的家！我丈夫可是军中百户，谁给了你们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动我？百户，大得过凌将军，大得过陛下吗？楚墨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我什么都没做！宋之秋伪造证词，诬陷宋家满门，奉旨押解进京受审。我没有，那是宋远山让我做的，是他让我做的。好不容易才从流放犯变成百户夫人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老夫人，京城有人托我捎来的信。大嫂叫我认过字，我来看。大哥大嫂说他们在京城的事已经妥帖办好了，说接我们进京，而且大哥升4品将军了，大嫂自己封了3品诰命夫人。贱人，凭什么？行了，别看了，进屋收拾东西，咱们也该动身进京。老夫人，宋大夫走了，你们也走了，医馆和虾堂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看好。二哥，你真不走啊？我不走了，大哥能在军营里立住脚，我也能。我要像大哥一样保家卫国。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别逞能。娘放心。大嫂，我们在这里。还是儿媳妇好啊，我儿子都不知道来接我。娘，我去给你买糕点，你就这么说我啊？回家再说。宋之夏，你把我害到这一步，你满意了？路是你自己选，没人逼你做假证。你别得意。娘，小妹，你们先进屋歇着，我陪她一会儿，随后就到。我劝你省点力气，有什么话在公堂上说吧。宋之秋，你父亲宋远山账本中记载，元月15，你依其吩咐入宋府，
取密信一封，并作伪证称宋家通敌，你可认罪？我认。你进宋府那天，我爹还给你倒了杯茶，说你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。你喝那杯茶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偷密信的那天晚上，是我带你去的书房，你说是要借一本书，我信了。你趁我转身的时候把信塞进袖子里，那时候你心里又在想什么？那是宋远山让我做的，我没有办法，他是我爹，我不能不听他的。你可以不听，你可以告诉他这是错的，你选了听他的话，选了做假证，然后呢，宋家满门流放，就连你也被牵带着流放到3000里的蛮荒之地。宋之秋伪造证词，诬陷忠良，致宋家满门流放，一律判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归，即日押送。原来的宋之夏早被我喂了毒药，但醒来后变得能文能医，你绝对不是原来的宋之夏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宋之秋最后那句话什么意思？疯子的话你也当真？宋老爷，宅子清了。陛下有旨，宋家冤案平反，恢复名誉，归还全部家产。从今儿起，这宅子又是您的了。亲家公，进去看看。不着急，房子又不会跑。爹不敢进去，因为这偌大的宅子只有他一个人了。爹，林家在对面买了宅子，以后你有事推门喊一声，我就听得见。好，太好了，以后爹就不孤单了。亲家，这些年之夏在蛮荒，多亏你照应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大嫂，我想在京城开小龙虾分店，就在你家隔壁那条街上，我都看好了，有一间铺子空着，门面不大，但位置好。行，明天我陪你去看看。大哥，你听见了没？大嫂答应了。听见了。看什么呢？看月亮。这枚戒指戴了这么久，但我总觉得它在提醒我什么，好像它不是这个世界的，而是我也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戒指又亮了。你看见了？这次看见了。以前也这样，很多次。在蛮荒找草药的时候，在悬崖边，在医馆里，在军营帐中，每次我快撑不住，他都会给我东西。银针也是他给的。你早该告诉我。我怕你觉得我是妖。我只知道你救过我。可宋之秋在公堂上说的话，不全是疯话。我醒来之前，原来的宋之夏确实被害过。被谁害的？宋之秋。他已经付出代价了。那你呢？我不是他，或者说我不是一开始的他。我来自很远的地方，远到你可能听不懂。比蛮荒还远？远得多。那你会走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今晚就说到你知道为止。你不必一个人怕。这戒指救过我，也救过你。他若真有灵，也该知道我们不是忘恩的人。可我怕他要收回什么。他若要收回，我先问问他凭什么。你连戒指都敢问罪？他若欺负你，我就敢。在我原来的世界，我是大夫。所以你会那些奇怪的治法？
清创、缝合、退热、止血，在我那里都不算妖术，可到了这里，我只能借着银戒把那些办法一点点用出来。救军营，救我，也是靠这些？靠这些，也靠我自己。那就不是妖术，是本事。可我占了宋之夏的身体。你醒来后，替他挨了流放，替他救了父亲，替他讨回了清白。若他还有一口气，想来也会想这么活。你不怕我？我怕过很多东西，怕娘没饭吃，怕弟妹长不大，怕我腿废了护不住家。可我不怕你。林月，如果有一天这戒指真能送我回去呢？那要看你想不想走。不是看戒指，是看你。你就不留我？我会留，但我不拿恩情绑你，也不拿婚事困你。你若留下，要是因为你想留下，他好像在催我。那就让他等。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他也应该等一等。怎么不擦？怕你嫌我手笨。现在不嫌。我原来以为这件事说出口，你会离我远一点。我腿伤最重的时候，也以为你会离我远一点。你没有。所以现在轮到我不走。你这人，平时半天憋不出一句话，关键时候倒会说。跟你学的。他以前从不这样。你看见什么？一条路。通向哪里？看不清。我原来的地方也有月亮，有灯，有药房，有很多我熟悉的东西。可那里没有你，也没有爹，没有娘，没有凌霄。那你还想回去看一眼吗？想过，刚醒来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想回去。那时候我疼、饿、怕死，也怕再睁眼就在乱葬岗。后来你站起来了，娘笑了，凌会算账了，凌霄说要从军，我就不敢想了。为什么不敢？因为一想，就像背叛他们。想念来处不算背叛，人有来处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。那如果他要我现在选呢？那我陪你选。你怎么陪？你说留下，我陪你留下。你说回去，我送你到门口。你真狠心。不狠心，是舍不得也得尊重你。我以前觉得你是战神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你傻。傻就傻吧。他没逼我。他也知道逼不过你。如果他下次再亮，我可能还会慌。那就再说一遍。说什么？说你想留下，还是想回去？你怎么能这么好？我只是怕你后悔。我现在不后悔。睡不着？爹也没睡。人老了叫浅，有话就说。爹，如果我和从前不一样了，您会怕吗？从流放回来的人，谁还能和从前一样？不是这个不一样。那是哪儿不一样？如果我不是您记忆里的那个女儿呢？你这话爹听不懂。我醒来以后，记得很多不属于这里的东西，医术、药方、救人的法子，还有这枚戒指。这戒指是凌家的聘礼。可他救过很多人。那你想问爹什么？您认的是宋之夏，还是现在坐在您面前的我？你在蛮荒替宋家翻案的时候是谁？我
你在金轮殿上跪着求陛下拿宋之秋的时候是谁？我。你站在宋府门前喊爹的时候是谁？我。那爹认的就是你。人活一世，有时候换了命也还是那个人。你若不是我女儿，谁会把宋家的旧案扛到金轮殿？你若不是我女儿，谁会怕我一个人守着空宅喝茶？哭久了嗓子疼，以后别问这种傻话。好。你娘若还在，也会这么说。她心软，见不得孩子受委屈。你从前怕苦，药都让人哄着喝，现在会给别人开苦药了。变了也好，能活下来，比什么都强。爹，我会好好活。不光好好活，还要活得热闹些。哭过了？风吹的。坐。这戒指戴的可还合手？合手。当初给的寒酸？不寒酸。那时候家里穷，拿不出像样的聘礼，我还怕你嫌弃。我从来没嫌弃。我知道。你嫁进林家的时候，家里米缸见底，凌月腿伤着，凌林、林霄还小，你没跑，你把日子一点点撑起来，所以这戒指不是绑你的绳子，是我们林家认你的凭证。娘，你要是知道我有很多事没说，会怪我吗？谁心里还没几件不能说的事？凌月小时候怕黑，嘴硬不肯说，夜里就抱着长棍睡。凌林嘴馋，偷吃栗子糕，高渣粘在嘴角，还说没有。林霄想从军，偷偷在院门口练棍。一家人不是没有秘密，是知道了也不散。你救过我儿子的命，也救过我们一家子的日子，你就是我儿媳妇。娘。哎，喝点儿。你们当大夫的总劝别人养生，自己倒不记得。坐着。我不累。不累也坐着，家里不缺你这一双手。你以前在蛮荒什么都抢着做，是因为没人替你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家里有人就该有人接着你。好。大嫂，这里放锅，这里放案板，这里排队买小龙虾。你已经把铺子都开到桌上了。我真看好了，就在隔壁那条街。大嫂，你明日陪我去看吗？明日可能要进宫。陛下又找你，是不是宋之秋又乱说话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他那个人嘴里没句好话。大嫂，他是不是说你不是你？你听见了？公堂外有人议论，我没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大嫂，你会给我夹菜，会教我算账，会带我采药，还会骂我偷懒儿。假的大嫂不会记得我喜欢小龙虾，你就记得吃，吃也很重要。等铺子开起来，我每天给你留最大的一盆。好。大嫂，它亮了，他是不是也想吃小龙虾？大嫂，你别哭啊。我没事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别走。我尽量不走。不是尽量，是答应。我答应你。这里留一条路，别让人挤到锅边。对，烫着就不好了。还有，收摊前要数铜板，不能只看感觉。大嫂，你又开始教我算账了。开铺子，账比锅还重要。账比锅还重要。宋之夏，宋之秋在公堂上说的话，你可听见了？听见了。
他说你不是原来的宋之夏。罪人风言，不足为凭。可朕也听说你医术异于常人。医术可验，妖言不可验。你倒是不慌。臣女若慌，便坐实了他想要的结果。银针治异，开腹清创，缝合止血，这些法子寻常郎中闻所未闻。寻常郎中未闻，不代表世间没有。那你从何处学来？流放路上，人若想活，总会逼出些本事。这话太虚。臣女能写药方，能讲脉理，能说明每一针落在何处，为何落在那里。妖术只叫人害怕，医术能叫人活。你是在教朕分辨？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请求陛下，让臣女用能被验证的东西自证。陛下，臣愿以性命担保，他救过军营，救过百姓，也救过臣。若他是妖，臣第一个该死。你倒护得紧。臣只是说实话。明日公堂复问宋之秋，朕要听清楚，他所谓不是原来的人，到底是疯话，还是又一桩诬陷？臣女遵旨。宋之夏，朕不怕民间有奇人，朕怕奇人心不正。臣女行医，只为救人，不为乱世。记住你今日这句话，明日公堂不必怕。朕要的是知心未稳，朕不许再有人借鬼神妖言搅浑水。臣女明白。明白就好。你说医术可验，朕准你验。谢陛下。但朕还有疑问，若朕要你入宫，只为宫中诊病，你可愿意？臣女不愿。你倒敢拒绝？臣女在蛮荒开医馆时，来的是穷人、伤兵、孩子、老人，他们有的拿不出银子，有的连药都不敢抓。臣女若只留在宫里，能救的人太少。你想在京城开医馆？是。京城不缺郎中，可京城也不缺病人。哼，你这张嘴比朕想的还硬。臣女只是说实话。准。但有一条，若朝中、军中有急症，你不得推辞。臣女遵旨。凌月，臣在。你如今是4品将军，不能日日守在他医馆门口，但朕看得出来，你也守不住。臣明白，尽力就好。明日公堂，朕不去，主审官会问，你们把话说清楚。是。你刚才拒绝得太快。你怕了？怕皇帝生气。那你还帮我说话？怕归怕，话还是要说。我也是。京城医馆若开起来，会很忙。我知道。我有空就去帮你搬药箱。将军搬药箱？将军也能搬。那我以后可不客气。不用客气。我也不会对自己客气。该做的事，我会做完。我陪你做。宋之秋，昨日你说宋之夏不是原来的宋之夏，可有实证？他会妖术。本官问的是实证。他以前什么都不会，他醒来后忽然会医术，会找药，会治军营弊病，这不是妖是什么？我来问。你说我醒来后变了？对。那我为何会醒来？你在公堂上喊过，原来的宋之夏被你喂了毒药。此话当真？我那是气话。气话能说得这么准？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抄家前一夜，你来送死，说我脸色不好，端给我一碗安神汤。你还说明日就要走远路，不睡好会撑不住。宋之秋，他说的可是事实？我没有。那碗汤我喝了，之后高热不退，昏沉不醒。再醒来时，已经在流放路。你知道我变了，因为你知道我本该死。宋之秋，伪证一案之外，你还涉毒害同族。不是我，是我爹让我做的。又是这句话。你每次害人，都说是别人让你做的。来日补卷，另案记入。你早就记起来了？刚才才串起来。安神汤一事，本官会另录供词。不要写，不要写进去。你怕什么？怕宋远山知道你把所有事推给他，还是怕后人知道你连堂妹都害？宋之秋，本官再问一遍，安神汤是不是你送的？我只是送汤，毒不是我放的。所以你承认汤是你送的？
记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让你病一场，不能跟我抢宋家的脸面，抢父亲的夸奖，抢所有人的眼光。凭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比我尊贵？我只是想让你低一次头。然后宋家满门流放，然后你也被流放。你这一生毁在你自己的嫉妒里。宋之秋伪证旧案已判，毒害同族一事补入案卷，随流放罪一并呈刑部备案。我已经被判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你赢了。罪不会因你喊的响就少。没人赢，原来的宋之夏没能活下来，宋家走过流放路，我爹险些死在驿站，你也再回不了京城。这不是赢，这是还账。压下去。那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宋之夏，也是替宋之夏活下去的人。走吧。从今以后，他说什么都与我无关。可那碗汤，我会记得。我也会记得，不是记恨，是记着你活下来不容易。以后谁再轻贱你的命，我不会轻放。疼吗？哪里疼？心里。有一点。你不问了？问什么？问我到底是谁？你刚才已经说了。那是说给宋之秋听的。我也听见了。我是替他活下去的人，可我也是我自己。你得这么快，不怕我又骗你？你骗不过我，你每次心虚都会摸戒指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很早，在蛮荒时，你明明怕得要命，却还敢站出来选我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不像养在京城的小姐。那你还让我跟你回家？因为你看我的眼神不像嫌弃。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身伤。你选了我，现在轮到我选你。不管你从哪里来，我选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你。凌月，我以后可能还会怕。那就怕，怕的时候告诉我。好。回家。回家。我刚才说我是替他活下去的人，其实也怕你觉得沉重。沉重什么？怕你觉得你取的是两个人的命。我取的是你。至于他的冤，我与你一起还。还完了，你就只管做你自己。那我们回去吃饭。好。我要多吃一碗。我给你盛。这门我以前一天进出好几回，如今倒不会进了。爹，我陪您。不用，你拿着。这是宋家的钥匙。宋家现在就我们父女，还有这半个儿子。岳父，站着，别插话。您真给我？不是给你，是让你管着。我怕我一进去就想起以前，想起你娘，想起书房，想起抄家那天，也想起我没护住你。爹，别劝，我知道不是我的错，可心里这关得慢慢过。你们住对面，我心里踏实。好。你呢？我也陪。我没问这个。若哪天之夏想回来住，你拦不拦？不拦。若他两边跑，你嫌不嫌？不嫌。若他日日惦记我这个老头子，你酸不酸？不酸。哼，答得倒快。他惦记您，我放心。行了，今日不进。那就明日也不急。房子又不会跑。爹，钥匙我先收着，您什么时候要，我什么时候给。别收丢了。丢不了。我也记着。还算有点眼力。以后两边门都开着，就不会冷清了。那也别天天跑，累。我慢慢走。岳父让你拿着，你就真半夜来了。白日里人多，爹会不自在。这里没有东西。以前这里藏过钥匙。
你希望找到什么？什么都没了。也许抄家时被翻走了。也许希望找到一点原来的他留下的东西，一封信，一张纸，哪怕是一句骂我的话，这样我就能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让我替他活。他若不愿意，你会怎样？我不知道。那就别替死人想太多。你把宋家救回来了，这后院还能等到岳父回来，这就是他想不想之外，你已经做成的事。你总会把话说得很简单，简单些才好活。走吧，回家，回对面的家。我没受伤，手脏了。将军给我擦灰。将军也能擦。他今天又带我去了旧墙。你觉得他想让你找什么？也许是让我告别。告别谁？原来的宋之夏。我总觉得我欠他一个交代。你已经替他讨回来了，可他没有亲口说原谅我。死人不会开口，活着的人才要继续说。你若真想给他交代，就把他该过的日子好好过下去，替他孝顺岳父，替他守住宋家，也替你自己活得痛快。你知道我原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不想听？想，但不急。你想说哪天就哪天说。那里有很亮的灯，不用油，不用火，一按就亮。比宫里的灯还亮？亮得多。那夜里行军倒方便。还有很快的车。比马快？快很多。那送军报也方便。你怎么什么都往军营想？我只懂这个。以后我慢慢告诉你。好。以后我教你认几味常用药。好。战场上能用，家里也能用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总不能只会喊人。那先从止血学起。学会了也别乱用。听你的。军中若有人伤重，先来找我。一定。怎么还没到？你已经问了5遍。二哥第一次进京，我当然急。大哥大嫂，你怎么瘦了？哪有？肩倒宽了一点。路上累不累？不累。不是说留在蛮荒军营？我留了，可娘写信说你们都在京城，我想来看看，看完我还回去从军。刚到就说走。我不是走，我是想要大哥一样。像我一样，不是拿根棍子说2句就行。我知道。军营苦，我能吃苦。会受伤，我不怕。会死人。我怕。但我还是想去。以前都是你护着家，现在我也想护。先回家。回家吃饭。二哥快点，堂屋里肯定留菜了。大嫂，娘还好吗？好，就是想你。哭什么？没哭。他哭了。我没有。大哥，娘会不会生气？会。但她会给你留饭。还会问你有没有受伤。还会骂你不好好写信。那就好。家里人齐一点，真好。多吃点。谢谢大嫂。棍子一直带着。练顺手了。他小时候抱着睡。你别说。吃完去后院。大哥要揍你。试试他。我能看吗？不能。我也不能。你能。凭什么？他是大夫。哼。大哥，我不怕事。怕也得试。别太严。我有数。大哥的有数一般都很吓人。没事，我想知道自己差多少。知道差才不会死得早。吃饭时别说这个。好。二哥，你在蛮荒有没有吃小龙虾？吃了。
我做的味道是不是比大嫂差一点点？差很多。你还想不想吃饭？我说错了，差一点点。晚了，吃吧。还是大嫂好。吃完后院。是。先吃饱再试。对，饿着输了可别赖饭少。我才不赖。输也要站稳。是。赢也别得意。都听大夫的。大哥，我要是真输了，你别当着娘说。看你输成什么样。好好吃饭。这就是你弟？是。瘦了点儿，底子还行。想进军营？想。想有什么用？军营不缺想的人。我能练。能练也没用，得能挨。先站1个时辰，棍举平。心疼？不心疼。哼，嘴硬。你当年进军营，比他还瘦，所以知道难。落下去就回家。我不回。为什么不回？家里有人做饭，有人照应，当然舒服。可我不能一辈子躲在舒服里。这话谁教的？没人教。我大哥以前也不是将军，他也是一点点熬出来的。哼，倒会说，说的好听不算本事。我知道。先留下打杂。真的。别高兴太早，撑不住自己滚回家。谢王指挥使。谢王指挥使。明日卯时别迟。是。疼就记住。记住什么？记住今日只是开始。我不怕开始。别甩手。为什么？越甩越疼。放下。大哥，我没倒。我看见了。王指挥使让我留下。只是打杂。打杂也是留下。军营不是让你长脸的地方，不是让你逞强的地方，更不是让你证明给娘看的地方。那是证明给谁看？给你自己。你若真要留下，就想清楚，每天会累，会疼，会挨骂，没人因为你是我弟就让着你。我不想别人让。那就先学会听令。是。娘那边我会说。娘会哭吗？会。玲玲会骂你。她肯定会。你大嫂会给你备药。大嫂最好。大哥也好。大哥。说。你第一次上战场，怕吗？怕的手心全是汗，刀柄差点握不住。那你怎么撑过去的？想着家里人，想着我若退了，别人就要死。怕不是错，怕了还知道往哪站才算兵。我记住了。今晚回家吃饭。我还能回？打杂第一日，还没那么金贵。那我跟娘说。我说。谢谢大哥。棍拿好。大哥，我以后能像你一样站在这里吗？别像我，像你自己。那我先从打杂做起。大哥，你刚才是不是等我？路窄。哦。凌月，臣在。边境旧部来报，军中伤兵不少，王指挥使请你协助整训。臣领旨。你也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军中伤兵，你熟？是。朕不让你入宫，却也不会让你闲着。臣女愿随军中需要诊治。朕准你开医馆，也准你入军营诊伤，但不得误了规矩。臣女明白。你们两个，一个要救人，一个要带兵，别在朕面前演什么儿女情长，误了正事。臣不敢。你不敢？当殿握刀的时候，朕看你敢得很。情急护人，护人也要长脑子。陛下，他手伤已经好了。朕问了吗？臣女多嘴。行了，凌月，明日去军营。是。宋之下，医馆之事自己筹办，若缺药材，找林大人旧账上的路子。谢陛下。退下吧。累了？还好。戒指刚才亮了。我知道。怕吗？这次不怕。它亮不亮，路都要自己走。这话记得牢。你也记牢。又当风。顺手。军营和医馆以后都不会轻松。我知道。那也走。走。明日就去军营。我也要去。陛下准了。我问你准不准？
我拦不住你。你可以说不想。你不想我去，军营苦，我去过；军营乱，我也见过；伤兵多，我是大夫。笑什么？你比皇帝还会问。我怕你又什么都自己扛，你的旧伤，你的部下，你弟弟，你全都想自己看住。可你只有一个人，我也不是只会被你护着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每次遇到危险，第一反应还是挡在我前面。这是本能。那我救人也是本能。好。什么好？明日一起去。明日我替你拿。药箱不重。我想拿。我想自己拿。不是说不许逞强。那我明日拿你的刀也不算。那不行。他好像也听见了。听见就好。所以各管各的。那一起拿。好，一起拿。忽然觉得这比任何誓言都踏实。你故意走慢，怕药箱晃。那就这么走。明日又去军营，去看看伤兵。你也去。陛下有命。陛下倒会使唤人，笑什么？我说错了？没错，军营里伤兵多，你们两个都别逞强。娘放心，你这句最不可信。亲家说的对，你小子最会说没事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之夏，你也一样，别光盯着他，你自己也不是省事儿的。听见没有？这才像一家人。亲家，明日他们去了军营，家里就咱们看着。看着凌您别把小龙虾铺子开到堂屋里。他那算盘打得响，随他折腾。小孩子有奔头，总比闷着好。爹，娘，以后若我和凌月忙，家里就辛苦你们了。家里哪有辛苦？你们只管往前走，但有一点。岳父请说。若之夏累着，你先挨骂，应当。爹，你别护他。若凌月累着，你也先挨骂，这倒公平。戒指又亮了。没有。那你笑什么？就是觉得这样挺好。什么挺好？有人管饭，有人骂人，有人看家。这孩子苦日子过怕了。以后不怕，家里有人。明日我会看着他。你先看好你自己。两个都要看好。这里放锅，这里收钱，这里让客人等。收钱得放在里边，别让人一伸手就摸走。对啊，锅别离门太近，油烟呛人。娘说的也对。大嫂，你怎么不说？我看你们说的挺好。你才是最懂的。那我说一句，账本每日收摊就记，不许拖到第二日。记账我会。会也得仔细。赚了银子别乱花。知道知道。等铺子挣钱，我给娘买栗子糕。我不馋。给爹买酒。我也不馋。给大嫂买药材。这个可以。大嫂，他今天没亮。他是不是放心了？什么放心？就是戒指嘛。那戒指有讲究？有。他救过我很多回。那就是好东西。特别好。既是好东西，就好好戴着，别天天摸的像要把它摸秃。戒指还能摸秃？你大嫂再摸几日，没准能。不摸了。大嫂，等铺子真开了，我把第一碗端给你。为什么？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小龙虾。那第一碗得端给全家。对，少一个都不行。那就摆在堂屋，大家一起吃。好，大家一起吃。这里给大哥留位置。他站门口就行。他会帮忙端锅。今日能进？不急。我说能进。
这钥匙比以前旧了，人也比以前不同了，宅子也一样。是这个理。爹，我在。当年我被押走时，也摸过这里，那时候以为这辈子回不来了。您回来了。你也回来了，不管你从哪里绕了一圈，能站在这里，就是回来了。爹，要进去吗？今日先开门，明日再迈进去。好。你会不会觉得爹没出息？不会。真不会？爹能开门已经很厉害了。你这哄的本事像大夫哄小孩喝药，有用就行。还是你收着。您不怕我弄丢？丢了也不怕，门已经开过一次，心里就知道它能开。爹现在会哄我了。跟你学的。明日我若站不稳，你别笑我。我扶着您。你扶得住？扶不住就喊凌月。行，女婿总算有点用处。明日我们一起进去。好。又亮了。正因为没亮，我刚才想找一味药方，找不到。他没反应。以前每次都会。只要我急着要，它就会亮。可现在没有，我有点慌。药箱还在，可里面的东西有限。你也还在。药方不是戒指学的，是你学的。银针能帮你，不能替你。我知道，可人用惯了依靠，忽然没了，就会害怕。那就从今晚开始不用。你说药方，我听着。你听得懂？听不懂也记。将军背药方，战场上也要记地形。那我说给你听：退热先看舌苔，再看脉象。若是外感热盛，不能一味猛攻。不能猛攻？你记错了，要害人。那你慢慢说。实请医处双泻药方。困了？不是，是发现你真在记。我说了要记。那明日我写下来，你照着背。好。背错一个字就罚你喝苦药。你舍得？舍得。原来把怕说出来也能治一点病。什么病？心病。那以后常说。药箱也听见了。药箱又不会说话，但它一直在。人在，东西才有用。对。还是吗？是最后一次。没有就没有。你倒平静。我当年颓废的时候，也以为什么都没有了。后来你来了，人总会有新的活法。那我也得有新的活法。以后我写药方，凭我记得的写。好。能采的药就自己采。好。没有现代工具，就用这里能有的东西替。好。你怎么都说好？因为都能做。要是做不到呢？再想别的法子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最怕没有标准答案。什么是标准答案？就是一定对的办法。战场上没有，只有当下能活的办法。大夫也是，每个人的病都不一样，我不能总等戒指告诉我。你本来也不是靠他才厉害。你现在很会哄人。跟岳父学的。他好像在听。那就让他听。我不等他给我答案了。这句最好。我以前总怕自己露馅，现在不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的就是我会的，不必全推给戒指，也不必全藏起来。这样才像你。明日我重新整理一遍药箱。我帮你。你认得药？不认得，但我能听。那就从纱布和银针开始。宋之秋毒害同族一事，供词已入案。令妖术之言无凭无据，按诬告记入。他本来就不对。你所谓不对，是因他没死在你送的汤里。你为什么不恨我？你为什么总是这副样子？你骂我，你打我，你想在宫门外那样打我？我恨过，在流放路上，
在蛮荒伤兵阳，在公堂上，我都恨过，可我不会把余生都给你。你已经毁了自己，不必再拖着我。宋之秋依旧判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归。毒害同族与诬告妖言，记入刑部案卷，沿途严押，押下。永不得归。宋之夏，如果那碗汤没送出去，我们会不会不一样？会，但你还是会嫉妒，我也还是会离你远一点。你真狠！我只是醒了。宋姑娘，旧案到此算是真结了。多谢大人。宋姑娘，以后好好行医吧。会的。京城需要会救人的人。民女记下了。舍不得？不是，只是确认自己真的不想追了。那就不追。结束了。好像也没有想象中轻松。仇结的久了，放下也重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爹。岳父教得好。又磨。习惯。岳父说，再磨要秃。原来的宋之夏终于能安静了，我也能安静一点了。你从来没安静过，你只是看着安静，心里一直在跑。以前确实一直在跑，从流放路跑到蛮荒，从蛮荒跑到京城，跑着救人，跑着翻案，跑着找爹。现在终于能停一下。停在哪里？停在家里。好。凌月。如果以后我又想跑，你拉我一下。往哪里跑？往不该去的地方。那我拉。若是往该去的地方呢？那你陪我。好。我想回去后吃点热的。想吃什么？都行，不要太苦。你不是大夫吗？大夫也怕苦。那我记住。下次来这里，希望不是为了案子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路过。那就路过。回家以后，我要先喝茶，再吃热的。再吃热的。以后少来这里。好。多回家。好。案子结了，家也回来了，孩子们也都在京城了。岳父，娘，我想在2家长辈面前再给岳父敬一次茶。你倒会挑时候。以前在蛮荒，礼数太薄，我想补上。那还站着？岳父，请喝茶。以后好好待他。是。他脾气倔，我知道。他嘴硬，我也知道。爹，我还没说完。他救人时不顾自己，你得看着。我会。娘，请喝茶。这茶我喝得高兴。之夏，以后凌月要是欺负你，你告诉娘。好。我不会。现在说不会，以后看表现。是。爹，请喝茶。好。娘，请喝茶。好孩子，好了，茶也喝了，话也说了，以后就是正经过日子。以前不正经吗？以前是忙着活命，往后是好好过日子。我会好好过。我也是。往后若吵架，别隔夜。亲家说的对。我记住。怎么只叮嘱他啊？你嘴硬，叮嘱了也未必听。那我多听一点。你也别太听。你看，他又嘴硬。又在看月亮？看戒指。今晚亮了吗？没有。可我觉得
他不是没了，那是什么？是他把选择交回给我了。以前我怕死，怕饿，怕救不了人，所以他亮。现在我怕的不能靠他解决。你怕什么？怕有一天醒来又回去了，怕你们都不见了。我在。现在在。明日也在。以后呢？我尽量一直在。这次能说尽量，人的一生太长，没人能保证所有，但我能保证，能在的时候，我都在。这比发誓好听。我不太会发誓。这样就够了。写了什么？归处由心。什么意思？心在哪儿，哪里就是归处。那你的心在哪儿？在这里，在爹那里，在娘那里，在凌霄那里，也在你这里。困了就回屋。再站一会儿，我怕一回头，这院子就不见了。那就多看一会儿。他还在。我也在。你现在接话越来越快。怕慢了你又多想。他们还在等。嗯。那我们回去吧。不怕院子不见了？不怕了，明晚还能看。月亮看够了？够了。过来坐。明日我想进宋家老宅看看。我陪您。好，我也去。你明日不是要去军营？晚一点去，军务要紧，家事也要紧。那就一起去，开门总要人多些。以后宋家和林家就这么过吧。怎么过？有事一起扛，有饭一起吃，有伤一起治，有错一起骂。之夏，爹，明日进老宅，把你娘旧屋也开开窗。好。回头我帮着晒晒被褥。麻烦亲家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从流放路到蛮荒，从伤兵营到京城，我终于不再是借来的孤魂。我有名字，有家人，也有归处。行了，别在我眼前偷偷摸摸。岳父见谅，我又没说不准。明日开老宅门，后日你们该忙医馆忙医馆，该去军营去军营。日子不能只回头看，还得往前走。嗯。明日我早些回来。军营那边不忙？忙完就回。回来了就吃饭。原来归处不是一扇门，是有人等你回来。你慢点跑，别摔了。你到底敢不敢点？你闭嘴！过年啦！大嫂，这是不是压岁钱？给你。今年医馆赚了钱，人人有份。大嫂，我的呢？少不了你的。大嫂，明年还有吗？明年好好干活就有。都别在院子里站着了，饺子好了，进来吃。这一年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烫烫烫！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你自己吃，我够了。你多吃点。这样的热闹，我能留多久呢？他什么都没问，但他好像知道。
之夏，你已经在这里待了太久，21世纪才是你该回去的地方。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但我没打算回去。你留在那里，属于你的那个世界怎么办？那边有另一个我在活着，他过得很好。而这边有人等我。感谢凌月先生对本研究的支持。凌月，我在这里，我一直都在。凌月，怎么了？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人说我来自别的地方，说我该回去了。后来又梦见我写了一本书，最后一页写了你的名字。书都写了我的名字了，那你还往哪儿走？凌月，如果有一天我去了你找不到的地方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刚才梦里喊我了。喊你什么？没听清，但喊了。你说的那个地方，我找不到也没有关系，但你要是去了，我总得试一下。试了找不到，我也认了。那你要是找到了呢？那就把你带回来。诸位可知道，当年蛮荒瘟疫京中巨案靠的是谁？宋大夫一手银针退役，凌将军一纸密信入朝，夫妻二人一文一武，愣是把一个害了宋家满门的奸臣给扳倒了。这话我听了800遍了，你就说点新鲜的。新鲜的也有，凌将军当年在岳父面前比万历输了，喝着酒喊人家大哥的事儿，你们听过没有？还有这事儿？凌将军看着挺板正的一个人，喝多了也这样？喝多了也是人嘛。医馆那小子昨天来过了，说药材都晒好了，让你放心，还问你怎么最近都不去坐诊了。灵儿的孙子小龙虾店开第3家了，比你当年强。他那是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，我在他这个年纪还在给人当兵呢。你当年连店都没有，靠一头野牛办的婚宴，那不是穷吗？穷也不耽误你娶媳妇儿。行，我不跟你争。你终究是回到你原本的世界去了。宋博士，你终于醒了！你刚才中暑晕倒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这是回到现代了。宋教授，这地方真邪门，明明有地图，转了3天，就是找不到那批古方药材的记载地点。走吧，再往前走走。宋教授，这里面好像有东西。这是林将军和他夫人的合葬墓。书上说那位夫人是绝世神医。宋氏医坊。宋夫人去世后，林将军将其合葬于此，守墓1年，日夜不离。次年病逝，与夫人同穴。之夏，
过不了多久，我就来陪你了。宋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既然发现了古墓，就给考古队打电话吧。宋教授，怎么了？宋博士，您刚才要找什么？突然就跑过来了。没什么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宋博士，那批药材咱们还找吗？找了好几天了。不找了。凌月，你在哪儿？宋之夏，你博士快毕业了，赶紧回学校准备毕业答辩。好。谁啊？导师，明天答辩。那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凌月，请开始你的答辩吧。当时这一地区的瘟疫爆发，有一位女大夫用了青蒿和银针配合治疗，死亡率降到了0。你是博士，这方面的研究比我们专业。谢谢。宋之夏，我选他。我找到了，你跑不掉了。凌月，好久不见。